说起不丹这个国家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，再不济也能扯上世外桃源这类词儿。这事儿吧，既对也不对。你要说不丹特别，那是真特别。国土面积和台湾差不多大，夹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无霸之间，居然活得有滋有味，还能玩出个国民幸福总值这种概念，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集体蒙圈。但你要说它真是人间天堂，那可就说不过去了。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不丹这地方，这个国家的历史、文化、政治，包括它面临的那些真实困境，都挺值得说道的。毕竟在这个大家都拼命追求 GDP 增长的时代，居然还有个国家跟你说幸福比钱重要，这本身就够有意思了。不丹这地方从地图上看就是个夹缝里的存在，它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，北边是中国的西藏，南边是印度，国土面积38394平方公里，跟台湾差不多大。人口呢，到2024年也就77万多点，还没北京一个区的人多。但就这么块地方，海拔落差能从97米到7554米。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从南边的亚热带雨林到北边的万年冰川，就这么几百公里的距离，什么气候都有，什么物种都能长。这种地理环境给不丹带来的既是馈赠也是枷锁。馈赠在于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，森林覆盖率72%，南亚第一，全球首个碳负排放国家。你在这儿能看到雪豹、南亚虎这些顶级猛兽，各种兰花、野樱树开的到处都是。但枷锁也很明显，交通。山地占了国土面积95%以上，修条路难如登天，成本高得吓人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不丹都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，全靠马帮驮运物资。这种闭塞，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不丹的文化传统，让它免于过早被现代文明冲击。但到了今天，这种地理上的孤立，也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。说完地理，咱们得聊聊不丹的历史。这段历史挺有意思，从封闭的神权政体一路走到现代的君主立宪，这中间的曲折足够写好几本小说。不丹早期的历史跟西藏的关系分不开。公元7世纪，这块地就是吐蕃王朝的地盘了。后来虽然形成了独立部落，但文化上、宗教上都是藏传佛教的地盘。不丹这个国名，清代史书里叫布鲁克巴，其实就是藏语的音译。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616年，那一年西藏竹巴嘎举派热隆寺的一个僧人叫阿旺南杰，因为在竹清活佛转世之争里站错了队，失势之后跑到不丹避难。你别小看这个事儿，它基本上决定了不丹后来500年的走向。阿旺南杰这人不简单，他到了不丹之后，一点点统一各地，最终建立起一个神权政府。他们依照西藏的管理模式，最高领袖叫夏仲，管政教。下面设个德布王处理行政事务，这套系统运转了将近300年，直到20世纪初，这中间还有段插曲值得一提。不丹跟西藏的格鲁派政权打了整整62年的仗，从1669年打到1731年。你想想看，两个信同一个宗教的地方，能因为教派之争打这么久，这事儿跟欧洲的天主教、新教打来打去有一拼，最后还是清朝出面调停。1734年，清廷正式册封了不丹的宗教领袖和世俗首领，确立了中藩关系。这个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，但到了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世界局势变了，英国人来了，他们在南亚的实力越来越大。这个时候，不丹内部出了个狠人，叫乌延旺楚克，他是不丹东部一个地方首领。1905年，他利用内乱一举推翻了德布王。1907年，自己当上国王，建立了旺楚克王朝。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乌延旺楚克刚当上国王，就遇到了地缘政治的大麻烦。1910年，他跟英国签了普纳卡条约，说不丹对外关系得受英国指导，这其实就是半保护国的意思。但话说回来，当时的国际环境就那样，不丹这种小国要想保持独立，不找个大国靠山还真不行。1947年印度独立，1949年就跟不丹签了个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，基本上接手了英国对不丹的影响力。这个条约到今天还在起作用。印度控制了不丹的外交、国防、经济，这是后话，咱们等会儿再说。现在说说不丹最精彩的一段历史，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转变。这段历史全世界都少见。20世纪下半叶，不丹有2位重要的国王，第3代国王吉格梅
多吉旺楚克，1952年即位。这位国王了不得，他推行全面改革，废除了农奴制，修建了国家公路，确立中卡语为国语，还带着不丹加入了联合国。1971年，不丹成为联合国成员国，这是很关键的一步，意味着国际社会承认了不丹的独立国家地位。第4代国王基格梅辛格旺楚克更厉害，他在1972年即位，当时才16岁，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。就是这位国王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国民幸福总值概念 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。他说不丹不追求 GDP， 追求 GNH， 这话一出，全世界都震动了。但更震撼的还在后面。2001年，辛格国王主动下令起草宪法，开启民主化进程。2005年，他建议建立2党制度，设立75人的国民议会和25人的全国委员会。2006年12月，他宣布退位，把王位传给儿子吉格梅凯萨尔纳米尔旺楚克。当时这位太子才27岁。2008年3月，不但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民主选举，产生了首个民选政府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一个国王主动把权力还给人民。全世界的政治史里，这种事儿少之又少。根据新宪法，国王还是国家元首，但行政权归总理和内阁，国会有立法权，甚至还能在2/3多数支持下弹劾国王。这事儿为什么罕见？你想，历史上哪有国王主动退位、主动让权的？大部分都是被革命、被推翻。不单这个是国王自己说我们要民主，我把权力还给你们，这种自我政变体现了不丹王使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的治国理念。当然，也有人说这是国王聪明，看到了全球民主化浪潮，逆之必亡，所以主动转型保住王室地位。但无论怎么说，这都是一个相对和平、相对优雅的政治转型。不丹被称为佛国，这不是随便说说的。75%的人口信奉藏传佛教，其中国教是竹巴嘎举派。佛教在不丹不是单纯的信仰，它深度浸透了这个国家的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佛教传入不丹的时间很早，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，佛教就从西藏传过来了。8世纪，著名的莲花生大师在不丹传教，创立了宁玛派。你要是去过西藏，就会知道莲花生大师这位是多重要的人物，他基本上确立了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地位。到11到12世纪，西藏那边格鲁派势力大了，别的教派受挤压，很多竹巴嘎举派的僧人就迁到了不丹西部，建立了分支寺院。后来到了1616年，就是前面说的阿旺南杰来了，最终确立了竹巴嘎举派在不丹的主导地位。这个教派一直延续到今天，是不丹的国教。不丹的宗教建筑以中宝为代表，这是一种特别的建筑形式，藏语叫当众，中宝即行政、宗教、军事功能于一体，既是权力象征，也是文化瑰宝。像普纳卡宗、廷布宗这些地方，不仅是不丹的政治中心，更是重要的宗教圣地。这些建筑一般建在山顶或者河谷的战略位置，墙体厚重，风格独特，远远看去十分壮观。佛教在不丹人生活中的地位，你从几个细节就能看出来。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，但限制非佛教的传教活动，禁止建设非佛教宗教建筑。这是个很微妙的平衡，一方面说你有信仰自由，另一方面又不让你张扬，这其实就是在保护不丹独特的文化传统。不丹人的一天，传统上是从祈祷开始，以祈祷结束的，家家户户都有佛堂，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读经，各种节日仪式都跟佛教有关。但这里要说的是，这种传统生活方式在年轻一代那里正在发生变化。现代科技，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，正在改变年轻人的生活习惯。很多年轻人不再坚持早晚祈祷，而是沉迷于手机和 TikTok。这种文化断层是不丹当下面临的一个真实挑战。现在说到不丹最有名的东西了，国民幸福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， 简称 GNH。这个概念是1972年第4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来的，当时他才16岁，刚当上国王。你想想看，一个16岁的年轻人居然能提出这么一个颠覆了主流经济学观念的东西，这本身就很不寻常。GNH 的核心思想很简单，
经济增长不是目的，人民幸福才是。这话听起来像是鸡汤，但你要知道，在上世纪70年代，全世界都在追 GDP 的时候，有个国家跳出来说我们不玩这个，这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了。GNH 的提出，某种程度上是对纯粹物质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。GNH 包含4大支柱。可持续发展、文化保护、环境保护、良治理，这4大支柱具体化为9个领域：心理幸福、生态、卫生、教育、文化、生活标准、时间使用。社区活力及良好的管理状态共包含72个幸福指示器，这些指标涵盖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甚至包括人们进行祈祷的频率、冥思、同情心等精神层面的度量。你看这套东西很精巧，但也很抽象。比如说心理幸福这个东西怎么量化？你说你幸福就幸福了，还是政府说你幸福你就幸福？这里就有很大的主观性。所以 GNH 一直也面临争议，批评者说这个指数依赖于主观判断，政府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定义指数。GNH 的实践体现在不丹的各项政策中，比如环境保护，宪法规定森林覆盖率永久不低于60%，这个规定写进宪法，你想想多狠。一般国家发展经济都是先破坏环境，后来有钱了再来治理。不丹直接跟你说我们不走这条路，森林必须保留。现在不丹的森林覆盖率72%，南亚第一，全球首个碳负排放国家。再比如旅游业，不丹从1974年开放旅游，但一直实行高价值、低影响政策。所有外籍旅客必须通过官方认可的旅行社安排行程，并且要缴纳每日$100的永续发展费用。这笔费用用于全民医疗、义务教育、古迹维护和环保工程。这种做法的逻辑是，我不要大量的游客，我要的是有质量的游客，他们愿意付钱，尊重我们的文化，不会给环境造成过大压力。还有文化保护，不单要求国民在公共场所穿着传统服饰，男性穿国，女性穿褁拉，所有建筑必须遵循传统风格建设。你到了不丹首都廷布，会发现所有建筑都是统一的传统风格，没有玻璃幕墙，没有高楼大厦，全都是那种藏式建筑。还有2004年不丹引布了全球首个全面禁烟令，违者罚款$225以上。这些政策听起来都很美好，但也有代价。最大的代价就是经济发展缓慢。不丹的人均 GDP 在南亚不算高，大约$3700左右，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9%。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出国，这是不丹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，咱们等会儿详细说。所以 GNH 这个东西，你说它好也好，说它不好也有道理。它的好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发展思路，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。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，就是如何平衡精神追求和物质需求，如何在保护传统的同时，让年轻人有就业机会，有发展空间。这是个世界性难题，不是不丹一家的问题。但不丹把这个问题显性化了。不丹的外交关系是个很微妙的话题，这么个小国家夹在2个人口加起来接近30亿的大国中间，怎么活？怎么平衡？这里面大有学问。先说不丹跟印度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不丹外交的基石，也是最大的束缚。1949年的那个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了不丹对外关系需接受印度指导。这个词汇很有意思，不说控制，说指导，听起来温和一点，但实际上呢，印度控制了不丹的外交、国防、经济。外交上，不丹跟谁建交，不跟谁建交，很大程度上要看印度的脸色。国防上，不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，安全主要靠印度。经济上，印度控制了不丹约70%对外贸易，提供60%的财政援助。不丹的货币努尔特鲁姆跟印度卢比挂钩，汇率也是固定的。你看这关系多紧密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也是地缘政治的现实。不丹南边全是印度，不靠印度靠谁？印度也有自己的考虑，他把不丹视为抵御中国的缓冲区。你想，如果不丹跟中国关系好了，印度就失去了这道屏障。所以印度一直阻挠不丹跟中国建交。再说不丹跟中国的关系，这事儿就更微妙了。不丹跟中国到现在还没建交，但历史渊源很深。前面说了，不丹早期是吐蕃的地盘，文化上、宗教上都跟西藏关系密切。清代的时候，不丹还是清朝的藩属，但近代以来，特别是印度独立之后，不丹跟中国的关系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。但这几年有了一些变化。2021年10月，
中部双方签署了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。2024年8月，中国不丹边界问题专家组第14次会议在廷布举行，双方就落实三步走路线图取得积极进展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不丹在尝试跟中国改善关系，但这个过程很艰难，印度对中部关系的干预很明显。2023年，当中部边界谈判加速的时候，不丹国王被迫对印度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，外界解读这是在安抚印度的紧张情绪。你看，不丹想跟中国好，印度就不干，不丹还得哄着印度，这就是小国外交的艺术，也可以说是无奈。不丹为什么想跟中国改善关系？原因很现实，第一，经济考虑，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跟中国建交做生意对不丹的经济发展有好处。第二，外交多元化，完全依附于印度风险太大，不丹需要更多的外交选项。第三，历史文化联系，不丹跟西藏的文化渊源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，但印度的阴影始终覆盖着不丹。不丹的外交自主权很有限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虽然在2007年条约修订后，不丹获得了更多外交自主权，但印度的影响力仍然是压倒性的。这种关系对不丹来说既是保护也是束缚。保护在于印度确实保障了不丹的安全，束缚在于不丹的发展选项被极大限制。现在要说说不丹的真实困境了。前面讲了那么多 GNH、佛教、传统文化，听起来都很美好，但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阴暗面，不丹也不例外。而且说实话，不丹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很多国家都严重，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失业和人才外流。2023年，不丹的青年失业率29%。你想想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将近1/3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这些年轻人受过教育，有梦想，但在国内没有机会，结果就是大量出走海外。2022年机场记录显示，有16973名出境移民，其中近1/3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截至2023年，约有64000名不丹人移居国外，占全国人口的9%。其中近1/3得到了澳大利亚签证。你想想，一个77万人口的国家流失了64000人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几乎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。更严重的是，连公务员都在辞职。2023年有4800名公务员辞职，远高于2022年的1500人，流失率从6%飙升到16%。公务员这种稳定工作都不干了，要出国，这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有不丹官员说，这是人口77万的小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很复杂，但核心在于经济结构单一。不丹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和水电业，但这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无法吸收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，旅游业又被严格限制，每年游客数量有限，创造的就业机会就那么多。2019年疫情过后更是雪上加霜，2023年外国游客数量仅为2019年的33%。不丹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严重，他们想发展制造业、IT 产业，但谈何容易？不丹地处山区，交通不便，成本高，市场规模小，只有77万人。依赖印度的经济结构也限制了发展空间，这些都是硬伤，短期内很难改变。第二个大问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冲突。前面说了，不丹人传统上是从祈祷开始，以祈祷结束一天的，但现在年轻人怎么样？一位不丹摄影师说，人民其实很快乐，但由于现代事物和新科技，不知何故让我们脱节，然后感觉会更沮丧、悲伤。年轻人逐渐远离早岛晚岛的传统，转而沉迷手机和 TikTok。这种文化断层正在侵蚀不丹独特的精神根基。你想，不丹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文化传统，如果连这个都丢了，那不丹跟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区别？但问题是，你不能强迫年轻人过传统生活，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个无解的矛盾。第三个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平衡。不丹为了保护环境和文化，严格限制旅游业，严格限制外国投资，严格限制各种开发。这些政策的初衷是好的，但代价就是经济增长缓慢，就业机会少。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，一个国家能不能永远以牺牲物质发展为代价，来保持精神的纯粹。当年轻人看到外面世界的繁华，看到外面的机会，他们还愿意留在不丹过简朴的生活吗？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，
而是一个现实问题。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，就是 GNH 本身的争议。有话说得好，不丹政府能把10万尼泊尔人驱逐出境并取消其国籍，却宣称这没有影响 GNH，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。GNH 到底是谁的幸福？是所有人的幸福，还是某一部分人的幸福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所以你看，不丹这个幸福国度背后是很深刻的矛盾和挑战，这些矛盾和挑战不是不丹特有的，很多国家都在面对，但不丹把他们显得特别尖锐。说到这儿，不丹的故事基本上就说完了，但我想不丹给我们的启发远比这些事实和数据要深刻。不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主流发展模式的一种质疑，在这个所有人都在拼命 GDP 的时代，他跳出来说我们不玩这个。在这个所有人都在拥抱现代化的时代，他说我们要保留传统，这种勇气，这种坚持本身就值得尊重。但不丹也让我们看到，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。你选择了精神的纯粹，就可能要牺牲物质的丰裕；你选择了文化的保护，就可能要面对年轻人的离开。你选择了环境的纯净，就可能要接受经济的停滞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，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案。不丹的 GNH 理念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，是物质的丰裕，是精神的满足，还是某种平衡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、每个社会、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答案，但至少不丹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这就够了。不丹的故事还告诉我们，小国有小国的智慧，在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，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我，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。不丹做到了，虽然不完美，但已经很了不起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不丹不是世外桃源，也不是人间天堂，它是一个真实的国家，有真实的问题。但正是这些真实的问题，让不丹的故事更值得我们关注，因为它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、每个社会都在面对的问题：如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保持自我，如何在物质的追求中不失去精神，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保持文化的多样性。不丹的实验还在继续，结果还不知道，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个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的小国已经给了世界一个不同的视角，一个重新思考发展幸福现代化的机会，这就够了。